辉宝是懂如何找刺激的，看到姨母在自己小亭子下面打扫竹子，辉宝这里悄咪咪的过去，走到姨母身边，撅起屁股就缠起了青团，差一点就砸姨母的脸上了。一旁的江爷爷都看笑了。姨母戳了戳辉宝的小屁股，以表不满。别人忙的时候，辉宝总是要凑上来，也表现得看似很忙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干。辉宝围着园区兜兜转转了一圈，又无聊地坐在了小亭子上。而江爷爷眼看辉宝这般无聊，拿来了一些小零食陪辉宝玩。辉宝看到有小零食后，立马凑了上来。江爷爷先是喂了一块胡萝卜给辉宝，吃完胡萝卜，江爷爷又给辉宝递了一块窝头。这是辉宝第一次闻到窝头的味道，辉宝没吃过，感觉这东西不好吃，不但没有水果的清香，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。辉宝想吃，但又不敢吃，辉宝怕有危险，就算馋得流口水了，辉宝都不吃。从来没见过辉宝的定力这么强过。而此时树上的瑞宝张着大嘴跟爷爷讲：“妹妹不吃我吃。”江爷爷也没想到宝家居然出了一只不吃窝头的熊，看来宝家这是又出了一位美食家。今天许多姨姨在台湾省偶遇江爷爷看元仔，江爷爷现在这自由的模样是永宽羡慕不来的，来中国是永宽的期盼已久的愿望，但在江爷爷这里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。而且现在我国对韩国已经免签了，再加上江爷爷的中文水平足够支撑他进行日常交流，所以江爷爷可以说是来去自如，随时闪现。或许江爷爷是想来中国看福宝的，但福宝现在不对外展出，这次江爷爷的行程他又不会与福宝相遇了。而今天的宝家这里则有圣熙姨母来负责照顾，因为园区的雪开始融化，圣熙姨母来园区放个竹子都越发的艰难，放个竹子只能走没有雪的地方。如果宋3岁在，想必一定会直接坐在上面滑下去。而圣熙姨母为了方便爱宝吃竹子，这次将竹子和小零食放在了没有雪的空地上。虽然瑞宝、辉宝今天没有去室外，但是室内的生活也让瑞宝、辉宝玩得乐此不疲。一会儿姐妹俩睡着后，圣熙姨母偷偷给爱宝打开了去往室外的通道门，让爱宝去室外玩耍。爱宝走出室外，看到这如此美丽的雪景，一下就忘记了带娃的烦恼。而隔壁的乐宝这里也很安逸，只有永宽此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中国而感到悲伤。静姨姨们都在关注着福宝时，瑞宝这里偷偷将自己的体重追了上来，瑞宝离60斤只剩几两了。而辉宝这里在体重方面也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，体重依旧保持在瑞宝姐姐的前面。辉宝马上就要踏入70斤的大关，现在姐妹俩这体重，爷爷们是一报一个不吱声。为此，爱宝在每天的下班收熊上可谓是帮了爷爷们不少忙，让2个爷爷在收熊上省了很多忙。而今天在收瑞宝、辉宝下班时，辉宝还帮了不少。今天宋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收拾竹子，姐妹俩此时都在树上，而辉宝这里姿势很是刁钻，自己给自己挂在了福宝姐姐的风铃上，摇摇晃晃的。宋3岁看了很难不过去，一起搔了回来，顺便测试一下辉宝的平衡力如何。辉宝看宋3岁过来了，立马用手抱住身前的树干，因为辉宝知道宋3岁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宋3岁是众多饲养员中唯一能让辉宝害怕的人。不过宋3岁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打扫园区，宋3岁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，就继续去打扫园区了。辉宝见状，立马从树上下来，跑去给爷爷捣乱。要论相互折磨，还得是宋3岁和辉宝这爷孙俩，换成别人都达不到这种效果。一会儿到下班点了，爱宝先回了家，辉宝看到后也想下去，但此时瑞宝正趴在树缝里，辉宝一脚踩在了姐姐的头上，让姐姐赶紧下去。今天瑞宝下班不能只算爱宝和爷爷的功劳，因为在收瑞宝上，辉宝也出来了。辉宝拿着一根竹子走上了独木桥，下一秒辉宝转身坐下。辉宝喜欢坐下后向后躺去，但结果辉宝忘记了自己这是在独木桥上，一下摔了个倒栽葱。辉宝为了缓解尴尬，赶紧给自己调整了姿势，小脚扶着竹子，小手拿着竹叶，表示自己这是故意的。圣熙姨母看破没说破，若无其事的从辉宝身边走过，不然辉宝更难受。只不过当姨母再次回来时，辉宝就忍不住刚才憋在心中的委屈了，走到姨母身边，想让姨母揉揉抱抱，像是个求安慰的小孩。经过姨母的抚摸和安慰，辉宝很快就好了。而与此同时，乐宝这里园区的雪本已经都融化了，但爷爷和姨母不知道从哪又给乐宝搞来2大块雪，看得出对于乐宝饲养员们从来没有过忽视。一会儿下班点到了，今天宝家成员史无前例的都在睡觉，没有一个愿意回家的。姨母给乐宝和爱宝的2个通道门都打开了，但是两边都没有想回家的想法。园区只有姨母在2个园区不断呼喊的声音，姨母喊半天对两边都不起作用。
这时老宋头来到园区，老宋头打算先从最容易的爱宝下手。老宋头给爱宝又送了些新竹子过来，爱宝看到竹子就仿佛是打开了开关，只要见到竹子，爱宝就会开启吃播模式。而通常爱宝吃完竹子后就会回家，所以爱宝回家的问题这样就算解决了。但瑞宝、辉宝这里其实已经醒了，就是单纯的不想回家。而乐宝这里也一样，也在忙碌着，就是没有回家的想法。宋3岁小手轻轻一拍，瑞宝和辉宝乖乖坐好了。瑞宝、辉宝之所以这般听话，那是因为宋3岁手里有小零食，所以瑞宝、辉宝当然得给宋3岁面子，毕竟谁会跟小零食有仇呢？宋3岁今天拿着零食来园区时，姐妹俩正离宋3岁远远的，而要问辉宝和瑞宝谁的视力好，从接下来辉宝先跑向宋3岁就可以看出来。辉宝看到宋3岁手里的小零食后飞驰而去，以前没见辉宝看到宋3岁后这么开心过。辉宝跑过去，宋3岁也没扫兴，立马就给小零食递给了辉宝。辉宝丝滑的坐在小汽车上便开吃了，而瑞宝这里则紧跟其后。姐妹俩落座的动作真是越来越娴熟了。瑞宝坐下时还用小手拉着座椅靠背，防止自己掉下去。姐妹俩这人模人样的，皮套下面一定藏着俩大学生。宋3岁看着姐妹俩这可爱的模样，忍不住摸了摸姐妹俩的小脑袋。瑞宝这吃东西时的气场简直就是财阀本阀，而辉宝这里则成了一副甜美的模样，呆萌可爱。姐妹俩吃小零食的速度也是日渐增长。宋3岁还没拍过瘾，姐妹俩就给手里的小零食吃光了。宋3岁赶紧又回办公室拿来了其他好吃的。宋3岁又给姐妹俩一人拿来一根竹子，姐妹俩也不挑，不管是竹子还是小零食都喜欢吃。眼瞅姐妹俩这么可爱，宋3岁将手机放置在了一旁，上手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。宋3岁闲不住，一会儿宋3岁又去到了小木床旁，给姐妹俩劈竹竿。竹竿比较硬，可以用来清理牙齿。姐妹俩刚吃完小零食，这时吃点竹竿可以有助于牙齿的健康。宋3岁负责劈竹子，姐妹俩就坐在小滑梯平台上负责吃。爷爷闪现在辉宝的身后，给正爬树爬到一半的辉宝抱了下来。如果再晚一点，今晚江爷爷以及另外14名饲养员将会又要回家的事。江爷爷从树上给辉宝抱下来后，直接一路抱到了通道门口。早上江爷爷还以为最头疼的会是瑞宝，因为瑞宝又不想去室外了。瑞宝感觉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很舒服，而且通过观景竹叶的晃动，姨姨们也能看到空调的出风量，这让瑞宝在室内园区待着哪也不想去。但当辉宝出门后，才明白原来辉宝才是最令人头疼的。起初江爷爷只用温柔的话语哄着辉宝，甜蜜的话都偷偷背着瑞宝对辉宝讲了，而辉宝也在爷爷的甜言蜜语攻势下，内心的防线开始松动。辉宝这时小手已经开始下来了，但当要迈出小脚时，辉宝却又收了回去，重新躺了下来。江爷爷眼看空着手来，确实不太能成功，江爷爷便又折返回去给辉宝去拿小零食。当江爷爷第二次赶来时，辉宝就配合很多了，还没等爷爷开始哄辉宝，就开始从树上往下爬了。江爷爷在下面扶着辉宝，防止辉宝掉下来。看到辉宝下来时，又抚摸了一下辉宝，夸辉宝做得真棒。江爷爷一边加油打气辉宝，一边往下爬。就在江爷爷以为就要结束时，揉了揉辉宝，准备转头往回走时，辉宝这里转头又睡下来了。见状，江爷爷赶紧回来，抓住了刚爬到一半的辉宝，给辉宝从树上抱了下来，然后一路抱回了家。辉宝这体格子都快有爷爷一半高了，长得是真快啊！瑞宝直播产金团这个事情，就只有宋3岁能干得出来了。而现在，瑞宝对于宋3岁干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感到惊讶了，瑞宝反而觉得有点无聊。瑞宝产完青团又饿了，转身带着妹妹来到妈妈身边开始吃奶。随着姐妹俩越来越大，爱宝感觉喂奶越来越累，这从爱宝喂奶的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。爱宝倚靠在小树上，尽可能的让自己舒服一些，而姐妹俩似乎也快到了要断奶的时间了。根据江爷爷采访中的回答，明年年初姐妹俩就要独立生活了。姐妹俩为了自己能多吃口奶，都动手了。辉宝一把给瑞宝推开，让瑞宝别吃自己的。爱宝索性换了个地方，想让姐妹俩都别吃了，但姐妹俩偏不。爱宝走到哪儿，姐妹俩跟到哪儿。爱宝走在前面，姐妹俩跟在后面，一家3口走出了浩浩荡荡的草原。最后还得是让奶爸来解救爱宝。爱宝这时看到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立马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去了通道门口。瑞宝虽然跟着妈妈回家了，但是瑞宝内心并没有丝毫的波澜，反而远处的辉宝率先跟了上来。而瑞宝就这样歪头看着辉宝一步一步往家走去。瑞宝总是会有自己的小想法，一种看淡生活的蔑视感
成熟的不像是个1岁半的小孩。老宋头又来隔壁的蝴蝶馆串门了，想起上次老宋头来蝴蝶馆为福宝借走的那几只蝴蝶，到现在也没还。逛完蝴蝶馆，老宋头回去的路上又偶遇了几根竹子，这大竹子老宋头怎么能忍住不拿呢？直接拿来工具，3两下全部都给其抬起来，带回了宝家。乐宝吃大的，瑞宝、辉宝吃小的。除此之外，老宋头这周还发了自己赌辉宝小瀑布的全过程，这要是让辉宝看了，不得打死老宋头。老宋头除了用木头进行添堵在外围，还又用石头进行了2层，之后又进行了第3层的冰雪覆盖。不过老宋头之所以覆盖上冰雪，是为了让瑞宝、辉宝玩冰雪滑滑梯的。老宋头还特意示范了一下，果然还是宋3岁最会玩。瑞宝、辉宝要明白宋3岁的心思。宋3岁玩得越来越上瘾，一连滑了好几次。第2天，宋3岁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瑞宝、辉宝。不过瑞宝、辉宝此时一心都在宋3岁手上的小零食上。宋3岁一边投喂小零食，一边训练姐妹俩用体检台。辉宝现在用的是炉火纯青了，只是手不够长，而瑞宝这儿直接将头放在了体检台上。瑞宝感觉这样很舒服，而且可以直接吃到小苹果。瑞宝见宋3岁迟迟不投喂，只好敷衍了一下宋3岁，将手伸了出来。一会儿轮到乐宝体检了，最近乐宝的情况有所稳定，体检和吃小零食时都不再那般急躁了。而此时的爱宝早早的就坐在体检台前等奶爸了，而爱宝的体检也是最快速，让宋3岁最轻松。爱宝是宝家最让饲养员省心的，在爷爷们心中，爱宝就是大熊猫界最完美的熊猫。让爱宝正在园区吃早饭，瑞宝、辉宝正在园区各自玩耍着。爱宝吃饱后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辉宝则又爬上了福宝姐姐上述用的独木桥。爱宝早饭过后回家休息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替爱宝带娃。江爷爷站在滑梯上逗瑞宝玩滑梯，江爷爷率先滑了下去，让瑞宝跟上自己。瑞宝连跑带滑的溜了下来，接着江爷爷2个小碎步又跑了上去。瑞宝现在腿稍微有点短，半天跟不上爷爷的步伐，但瑞宝想和爷爷一样反向爬滑梯。瑞宝想直接从滑梯的中间爬上去，瑞宝一顿折腾还真的成功了。聪明的瑞宝小手一边抓着滑梯一旁小腿努力的往上攀登。就在瑞宝马上成功登顶时，江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给瑞宝又推了下去。江爷爷什么时候跟宋3岁一样了？指定是宋3岁带的。滑下去的瑞宝不再从小滑梯上往上爬，而是改道爬到了小木床上。等瑞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江爷爷又下去了。瑞宝被爷爷逗得气喘吁吁的，走路都不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开始一起在江爷爷身边环绕，辉宝给爷爷撵到了独木桥上。瑞宝看到后立马从滑梯上滑了下来，也过来和爷爷玩。辉宝看到姐姐跟爷爷玩后，高冷的去到了一旁的小亭子上。而江爷爷看到辉宝跑走后，开始在独木桥上呼喊着挥挥挥，再次给辉宝吸引了回来。辉宝通过独木桥走向爷爷，虽然辉宝现在走独木桥还不是很稳，但安全意识很足，每次要摔倒时就立马趴下抱住独木桥，不过也有来不及的时候。而瑞宝自从体验过滑梯的正确打开方式后，似乎喜欢上了玩滑梯的感觉，姐妹俩玩转着园区的各个角落。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趴着，辉宝在小亭子上面，瑞宝则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给自己摔来摔去。瑞宝从爬梯上摔下去后，小表情依旧不失可爱，姐妹俩相互陪伴，互相玩耍着，尽显岁月静好。爷爷跟节目嘉宾讲到，这是冬日里，爱宝怕福宝睡觉时着凉，爱宝给福宝盖上了竹子被子，又一次被江爷爷幽默到了。江爷爷还分享了为福宝和爱宝制作竹子小玩具时的视频。江爷爷将数个皮球擦拭干净，然后给福宝带到了园区，为福宝的园区进行布置。而爷爷们似乎很喜欢竹子风铃的寓意，而对于竹子风铃，福宝真是从小玩到大。除了小玩具以外，江爷爷还为福宝一家栽种了许多的油菜花。而种植油菜花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江爷爷在中国的那段时间，在我国遇到过一片油菜花花地，江爷爷感觉很漂亮，便想着等福宝一家到了韩国时也能看到这样的美景。而现在有2个爷爷参加的韩国节目，最后都离不开和福宝说再见。而在这次节目中，当江爷爷读到为福宝离别时写的信后，眼里又止不住流出泪来。而在旁边的主持人听了爷爷的读信后，也感同身受的流下泪来。不过这一次，姨姨们不仅为福宝的离开而难过，同时也同情2个爷爷，想必也是节目为了流量而故意所营造的氛围。毕竟谁会没事儿老掀自己的伤疤给别人看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天上怎么突然掉下来一颗竹笋？
这天，爱宝看到辉宝手中的竹笋后，毫不留情地抢了过来。前一秒还在吃着美味竹笋的辉宝，下一秒便抱着柱子哭了起来。吃完手中竹笋后的艾女士，还不忘再次查看辉宝有没有偷藏竹笋。等爱宝得到满意的答案后，放心离开。没有吃到竹笋的辉宝正委屈地低着头，突然这时天上掉下来一颗竹笋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，辉宝先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，随后赶紧把竹笋抱在怀里，赶紧开吃，不然晚了就又被抢走了。而此时小树上的瑞宝正一脸懵地看着下面，原来这颗竹笋是瑞宝不小心掉下来的。看到辉宝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笋，瑞宝便开始想办法拿回自己的竹笋。小树上的瑞宝还不忘时刻观察着妈妈爱宝的动向。瑞宝怕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确认妈妈没有发现这颗竹笋后，瑞宝赶忙从小树上滑下来，直奔这颗竹笋。看到瑞宝过来，辉宝紧紧地抱着竹笋，怕这颗竹笋再被瑞宝抢去。看到辉宝抱着竹笋不放手，瑞宝二话不说，直接咬了上去，好像在说这颗竹笋是我的。随后姐妹俩便因为这颗竹笋打了起来，奈何辉宝体重占了优势，力量上完全碾压瑞宝。经过2次抢夺，我们的瑞公主还是没能抢过辉宝，只好默默地吃起了平台上的竹子。而机灵的辉宝防止姐姐再次来抢，也是直接咬着竹笋跑到了另一边的平台。而吃过竹笋后的辉宝趴在小树上睡觉去了，而我们的瑞宝还在为没抢回自己竹笋的事情生闷气。只见瑞宝独自坐在平台下吃着手中的竹子，这时的瑞宝一边看着手中的竹子，一边在想，下次一定要好好抱住自己的竹笋，不能再被辉宝捡漏了。宋三岁尝试了一下抱瑞宝，宋三岁差点没给自己活在这儿。看宋三岁抱起辉宝后咬紧牙关的模样，心中一定在默默念着坚持住，坚持住，绝对不能放手，一定要守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形象。今天是江爷爷和宋爷爷一起值班，上午江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清理刚才吃完的竹子，辉宝趴在小亭子上一边监工一边捣乱。辉宝趁爷爷拿着竹子要离开时，偷偷跟上去将爷爷的竹子踩住了。别说辉宝的小腿一个压在上面还真重，将爷爷拽了好几次才给竹子从辉宝脚丫下拽了出来。江爷爷收拾好竹子后，打算陪辉宝玩一会儿，当然也不是白玩。江爷爷还给辉宝带了大竹笋，江爷爷拿着大竹笋坐在小汽车上呼喊着辉宝。江爷爷想让辉宝也上车，江爷爷对辉宝讲道，辉宝上车带你去隔壁看看你那素未谋面的爸爸。但奈何辉宝姓宋不姓江，宋光军有点不给江爷爷面子，江爷爷眼看软的不行，直接来硬的，想给辉宝强行抱到小车上，但没想到辉宝这里牢牢抓着小亭子扶手，江爷爷根本拽不动。辉宝高喊救命呀，有人抢熊了！无奈根本没人听，而且此时瑞宝还在树上睡觉。就这样，辉宝被江爷爷强行抱到了小车上。被抱上小汽车后，辉宝依旧是不服气，在小汽车上辗转腾挪，就是不想让爷爷碰。直到一会儿，辉宝看到江爷爷拿着自己的竹笋跑了，辉宝眼看不妙，立马爬下小汽车去抢自己的竹笋。江爷爷则是因为竹笋掉在了地上，只是想给辉宝洗一下。清洗完竹笋后，江爷爷将竹笋还给辉宝。辉宝现在正处青春期，谁惹都不行。爷爷又在静悄悄地干大事儿。江爷爷趁夜黑风高，保家都回家了，游客也走了。江爷爷搬出了自己刚入手的造雪机器，打算在园区大干一场。江爷爷检查了一下造雪机器，表示就这样将机器一直开着就可以了。4个小时后，江爷爷再次来到园区查看，此时大雪已经逐渐成型了。之后，江爷爷又将造雪机器换了一个方向，看着这快要堆满园区的白雪，江爷爷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瑞宝辉宝看到这冰雪世界的样子了。而江爷爷今晚则是需要通宵守在园区了。一会儿，江爷爷来到宝家房间，此时是晚上11点，爱宝和瑞宝、辉宝都还没睡。最近宝家晚上都比较活跃，这也是为什么辉宝每天早上上班都一副睡不醒的样子。而造雪机器一直开到了早上8点，这时的园区仿佛是刚刚下过一场暴雪。江爷爷开始挽救这些被雪压倒的竹子，有些起不来的，江爷爷便用工具将其裁断了。一会儿拿给爱宝和乐宝吃。江爷爷收拾完竹子，给造雪机停了，然后来到了房间里，开始告诉辉宝和瑞宝这一好消息，表示瑞宝、辉宝今天又可以玩雪了。江爷爷为了不让瑞宝依赖室内园区，出门后就开始引导着瑞宝，带着瑞宝往室外跑，不给瑞宝一点留恋园区的机会。姐妹俩时隔2周再次看到雪，心情都异常的激动。江爷爷的雪比上一次的雪要更加细腻，姐妹俩躺在上面就不想起来了。而因为雪比较细腻，姐妹俩在上面打个滚，就像是在上面裹了一层糖。
此时除了隔壁的乐宝以外，对这场雪都很是满意。而江爷爷最后也表示了会给乐宝也制作雪的，只是昨天的时间不够了。今是福宝出生的第1282天，体重依旧稳定在200斤以上。今天依依到达室内园区时，爱宝正趴在小滑梯上陪姐妹俩睡觉，姐妹俩睡在滑梯平台上，爱宝则坐在小木床上，身子趴在滑梯上，静静地陪着姐妹俩。爱宝对姐妹俩都是在默默的付出，虽然爱宝也在睡觉，但一有点风吹草动，爱宝立马就会察觉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的小亮台上，虽然今天天气很冷，但对于福宝来说，这个温度刚刚好。福宝坐在小亮台上，观察着室外园区的风景，而乐宝这里又在尝试给自己改名字了。乐宝的目标依旧是立牌上的名字缩写。乐宝抱着名字立牌，一顿啃咬。好在这次宋爷爷粘得比较牢固，乐宝啃了一会儿，啃累了便放弃了。之后，乐宝又跟姨姨们摆弄了一下自己的身姿，尽情地释放着双开门的魅力。一会儿，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。此时辉宝正在小亭子上，宋爷爷拿出手机记录着辉宝调皮的样子。宋爷爷转身示意辉宝爬到自己背上来，自己给辉宝背回家。辉宝不但没有让爷爷背，反而咬了爷爷一口。宋爷爷再晚点回头，辉宝都要给宋爷爷的小马甲咬破了。宋爷爷看辉宝并不想被背回家去，宋爷爷换成了公主抱。宋爷爷给姐妹俩接回去后，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。福宝来到园区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姐妹俩和妈妈的气味。福宝在园区转了一圈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吃东西。竹子吃完，福宝又在园区转了一圈，还在小滑梯上挠了挠痒，最后感觉到无聊了，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蹲在了通道门口前。福宝这是想回家休息了，坐等爷爷给自己开门回家。辉宝看见宋爷爷来了，立马呼哧呼哧的跑了过来。宋爷爷为了不让辉宝误会，伸出手跟辉宝展示，表示自己这次没有带小零食，反复给辉宝查看。辉宝不信，就是想吃小零食。辉宝趴在小亭子上，不断的靠近宋爷爷。宋爷爷怕辉宝掉下来，还给辉宝往上扶了一下，然后又试图转移辉宝的注意力，跑到了一边。但宋爷爷殊不知，自己这时已入了辉宝的圈套。辉宝一松手，给自己摔下了小亭子，然后晃了晃自己那摔懵的小脑袋，接着起身往前走去。直到这儿，宋爷爷才反应了过来，原来辉宝从开始目的就是想溜进通道门。好在宋爷爷反应了过来，及时赶在了辉宝的前面。辉宝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。辉宝之后又虚晃了一下宋爷爷，完全是在故意挑逗爷爷。玩开心的辉宝最后乐颠颠的重新爬回小亭子上，抽出一根竹子，开始大快朵颐。而树上的瑞宝这时则伸了个懒腰，示意自己睡醒了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走去了妈妈身边，试图从妈妈那里混口吃的。瑞宝转了一圈，发现妈妈给小零食吃的很是干净，一点渣渣都没找到。瑞宝兜兜转了一圈，最后来到了辉宝这里。瑞宝走过来，直接坐在了辉宝身上。瑞宝是会挑地方的，辉宝则是努力给自己挣脱出来。实际上，瑞宝是想霸占辉宝的这个位置，因为这里可以依靠着身后的独木桥很舒服。而且，瑞宝不止霸占了辉宝的位置，还给辉宝刚才挑选的竹子也抢了过来。辉宝这里重新挑选了一根竹子后，带着竹子去到了树上，是要和姐姐分开坐。原来这只在乐宝园区玩得忘我的熊并不是乐宝，而是爱宝。而乐宝在哪儿呢？乐宝正在隔壁的爱宝园区，一脸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园区。乐宝举手问苍天，为什么这么对自己？为什么雪只下在对面，自己这里为什么没有？这都是江爷爷干的好事儿。昨晚江爷爷给造雪机器马力开到了最大，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天亮之前给爱宝园区铺满白雪。但江爷爷在乐宝面前还要假装配合乐宝，这雪是老天爷下的，不然乐宝可会记仇。毕竟这时候乐宝和爱宝刚来爱宝乐园没几年，福宝也还没有要来的迹象。江爷爷为了不让乐宝这么生气，在乐宝看着爱宝园区流口水时，偷偷给乐宝的室内园区也送来了一桶雪。虽然雪只有这么一点，但乐宝看到后也表现出了难以置信和喜出望外的反应。乐宝就是这么容易满足，只是这雪有点不够看的，雪掉地上了，乐宝也不浪费，捡起来继续玩。而爱宝这里因为雪太大，此时玩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乐宝给乐园送来了3个孩子，乐宝的地位也有在慢慢提升。在每年给爱宝造雪的同时，乐宝这里的雪虽然会晚一天，但再也不会出现只有一桶雪的情况。便宜女婿的头衔已经被丢弃在3年之前了。乐宝再一次坐实了大熊猫是近视眼这一结论。原本今天万圣夜，圣熙姨母和另外一个姨姨想给乐宝整点小惊喜，精心在地上插了胡萝卜和窝头，
但当乐宝走进室外园区时，却与窝头和胡萝卜来了个擦肩而过。乐宝丝毫没发现旁边的窝头和胡萝卜昨天也是这样。等乐宝在园区溜达完一圈再回来时，才发现姨母插在地上的胡萝卜花束。乐宝走过来一下就给脖子掰断了，然后挨个吃着上面的胡萝卜。这下什么浪漫的氛围都没有了。乐宝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因为能让乐宝浪漫的只有爱宝。乐宝在跟爱宝谈恋爱时，妥妥细节男神。爷爷们当时为了进一步拉近爱宝和乐宝的距离，经常让爱宝和乐宝互换房间。爱宝察觉到这一现象后，每次出门都要在门口为乐宝留下标记，就像是在留信一般。而乐宝在收到这一信件后，乐宝激动坏了。乐宝闻遍了爱宝的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同时乐宝还给爱宝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做上了标记，生怕爱宝看不到自己留的信件。当爷爷给爱宝的房间关上时，乐宝那叫一个依依不舍，抱着爱宝的门口不想走。这个深情给爷爷看的都感动了。乐宝因为早上去过爱宝的房间，这整个一天里乐宝都是开心的模样。而因为乐宝留的信件太多了，这让作为电灯泡的福宝都闻到了。这个年纪里的福宝还不懂爸爸和妈妈的情感是怎么样的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墙上臭臭的，亦或者是不是读到了爸爸给妈妈留的信件的内容。为此，江爷爷还好奇地学着福宝的样子，尝试读一下乐宝的信件。江爷爷闻了半天，讲道：乐宝和爱宝的信件应该是加密的，自己什么也没闻到，可以说是一点气味也没有。所以乐宝并不是不浪漫，而是乐宝的浪漫是爱宝专属。宝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来，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，很是喜欢。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，便不撒手，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，东躲西藏，生怕宋三岁再给其抢走了。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，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，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，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。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，好在瑞宝这里不挑，不管哪一个都喜欢，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，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。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，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，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。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，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这有趣的样子，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。炎热的夏天，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？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，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。为一会儿爱宝来园区做准备，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，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，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，防止晚上闹肚子。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，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。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开胡萝卜，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。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，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。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。等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，准备收熊回家。不过这宋三岁挺大胆的，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。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，早把宋三岁当成嫡媳，冲过来拍宋三岁脑门了。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。宋三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，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。宋三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想起了正事儿，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。宋三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，让姐妹俩过来。姐妹俩真就听了宋三岁的话，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。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三岁面，也让宋三岁这次收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瑞宝正在跟妈妈和妹妹比赛，看谁先回家。瑞宝辉宝最近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就算产青团时被爷爷一直直视，瑞宝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的不满。同时姐妹俩现在吃竹子也越来越有模有样，基本上爱宝吃2根竹子的速度，瑞宝辉宝也能吃完1根竹子。虽然姐妹俩吃得慢，但是姐妹俩把妈妈如何挑拣竹子、如何采摘竹叶的本领原封不动的全学过来了。辉宝这坐在小床上一口接着一口咀嚼竹子的模样，看上去比妈妈吃的还要香。而且辉宝现在也会和妈妈抢竹子了。看到妈妈手里的竹子不错，辉宝立马抢了过来，然后紧接着将所有竹叶都塞进嘴里。一会儿爱宝又觉得辉宝手里的竹子不错，又给辉宝的竹子拿过来，将竹叶全吃了。这竹子就得抢着吃才好吃。晚上到了下班点，爱宝带着他的2个小跟班整整齐齐地走向了通道门口。爱宝让姐妹俩在门口等着，自己去让奶爸开门。爱宝给门敲开后，姐妹俩跑得比谁都快，给爱宝甩在了后面。现在姐妹俩下班完全不用爷爷们费心了，现在只需要费心乐宝这里就可以了。因为此时乐宝园区回家的门已经打开了，但乐宝还在小床上呼呼地打着呼噜。
宽这就开始给瑞宝、辉宝做独立的思想工作了。不过辉宝一听到要给自己断奶，就立马不开心了。辉宝感觉自己听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辉宝用眼神示意永宽，让永宽听听这说的是熊爱听的话吗？自己可是要每天都吃盆盆奶的。为了缓解辉宝的焦虑，永宽立马跟辉宝讲道：不会的，不会的。아니야, 안 그렇게 안 돼. 당신은 그게 안 그렇게 알았어. 먹어. 긴장하구냐. 不过永宽一直在有意无意的透露着姐妹俩一人一个房间会更舒服。永宽这小心思，瑞宝、辉宝可能不明白，但被姨姨们看得透透的。第二天早上出门，瑞宝又不想出门，永宽跑来跟乐宝求助，让乐宝用熊语帮忙喊瑞宝出来。러브지, 집순이 딸내미가 하나 안 나오고 있어. 좀 도와줄래? 永宽教乐宝说熊语，喊瑞宝出来。빨리 나. 얘기해주면 안 돼? 永宽这熊语比乐宝说的还标准。乐宝表示永宽完全可以自己去喊了。而一会儿收熊回室内园区时，永宽又遇到了难题。辉宝的新年长得太快，都给送3岁，都快衬托成傻子了。以后送3岁改叫送1岁算了。原因是因为送3岁想拿着小苹果等瑞宝出来，送3岁还拿着小苹果跑呢，想跟辉宝玩追逐游戏呢。辉宝却只是转头看了一眼送3岁，又转头跑进了通道里，像是在说你自己跑吧，我走了。送3岁再一次被瑞宝这清晰的思路给打败。